想把背阔肌练好的话，那直臂下压绝对是个王牌动作。那接下来你将看到全网最详细的直臂下压动作教学。那首先大家一定要选择学会把手。那我知道很多人会使用这种绳索的把手，但是是不是很多人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肱三头肌的长头，就是你手臂后侧这个地方发力的感觉特别明显，甚至比你的背阔肌还要多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用绳索的时候，我们的肩关节是在一个外旋状态，就是你的肘尖的方向是朝后的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你在做动作的时候，你的手臂必须有一个维持手臂伸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，所以说你的三头参与的会非常多，为的是维持你手臂在一个伸直的一个角度，因为这是直臂下压嘛，所以说整个动作过程中，你的三头肌、肱三头肌的长头发力都会特别多，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选用这样的一个直杆啊，但是记住一定是短的直杆。为什么第一是直杆呢？第一，我们用握直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的虎口是相对的一个状态，握直杆，那我们的肩关节处在一个内旋状态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我的肘关节屈伸方向是水平方向的屈伸，并不像刚才用绳索的时候是一个竖直方向的屈伸。这个时候我的三头就不容易来回屈伸了，不需要我的三头过度的发力去维持在竖直方向上的一个稳定，因为是现在一个水平方向上的。第二的话，为什么是一个短的直杆呢？大家看一看啊，那我们做直臂下压这个动作的话，是肩关节伸展的功能去练背阔肌，但是你要记住啊，这个肩关节伸展一定是靠拢身体体侧的伸展，而不是手臂打开的这种伸展。那当你打开的时候，你的上背部，尤其是大圆肌、你的小圆肌、三头肌后束的发力就会过多。所以说，当我们用短直杆的时候，这个短到什么程度呢？短到与肩同宽，或者是建议略窄于肩宽的这种小把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手臂、大臂，其实在整个动作过程中，其实就是在身体体侧做这个肩伸。所以啊，一定要选用这样短的一个直杆，这个时候决定了你的背阔肌才能发力更多，并且三头发力更少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下这个动作啊，首先要做好身体的一个发力姿态，略微屈髋屈膝啊，整个身体上半身保持中立位啊。这个动作千万不要刻意的含胸啊，把展肩胛，也不需要过度的骨盆前倾，然后整个身体反弓，这些都是不对的啊。我们只需要让身体维持一个中立位啊，肩胛骨保持一个下沉状态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在起始状态下的时候，这个手腕一定不要松掉，看手腕一定要和这个绳索这个阻力保持一个对抗，肘关节指向身体两侧。起始状态的时候，肩关节十字处在一个内旋状态，这个时候咱们说了啊，可以减少三头的发力啊，增加背阔肌的一个发力。好，起始状态的话，大臂和身体的角度不要过大，这个时候如果过大的话，启动的话会从你的上背大圆肌启动。我们启动的时候角度大概120度左右就可以，做的时候保持肩关节的一个内旋状态，这样拉过来，千万不要像很多人做的时候啊，做的时候肘关节向后，肩关节内旋，然后曲肘这样拉过来啊，这个完全就不是一个直臂下压啊。我们抱的时候要保持肘关节曲度的一个稳定，拉过来，沉肩拉过来。好，回的时候也是沉肩啊，整个张力保持在你的背阔肌，尤其是中下段。回的时候还是回到120度左右。好，整个身体不要有前后的一个摆动，保持身体的一个重心的稳定。好，拉，配合你的呼吸，记住一定不要拉伸过度。当然啊，训练到位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运动营养的补充。那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 MyProtein 即将开启天猫99百亿盛典活动，优惠力度非常大。那9月5号0点开始预热，晚上8点正式售卖。那点击评论区链接下单啊，可以享受我的粉丝专属价格。有需要的兄弟千万不要错过。